自从前2期视频发出以后呢，我觉得我对阿杰谷这个事情已经基本上说得很清楚了。但是还有人不断的在问阿杰谷的事情，他说：“你就说阿杰谷是不是活剥少女人皮做的？”我一听这话，瞬间血压就上来了。视频当中明明说得很清楚，阿杰谷是艺术创作的虚构叙事，还有人问阿杰谷是不是人皮做的骨？好吧，看来不把阿杰谷的前因后果、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有些人是誓不罢休的。今天我就把阿杰谷的来龙去脉扒个底朝天，让那些造谣的、传谣的彻底没话说。说实话，阿杰谷这事吵得凶，就是因为艺术创作、民间传说和网上的猎奇谣言被人故意混为一谈了。今天我就用最接地气的大白话，把真假给你掰扯清楚，保证让你看完之后豁然开朗，再也不被带节奏。首先我们划个重点，2个阿杰谷，一个封神，另外一个恶臭。很多人呢吵来吵去，纯属是把2个东西搞混了。咱们呢先把概念分清楚，不然呢聊到天黑我们都扯不清楚。第一个阿杰谷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封神级的艺术品。1995年5月发行的阿杰谷专辑，何训田作曲，朱泽琴演唱。这张专辑当年有多牛啊？全球56个国家同步发行，是华语音乐第一张真正走出国门的概念唱片。曲风是藏地的小调混现代的电子乐，神秘又空灵，直接在世界的音乐圈里面炸了锅。我敢说很多人的西藏情节都是被这首歌给种下来的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为了搞懂藏地的文化，我2024年摩旅西藏考察了将近1年，2025年又扎进安多藏区进行深挖。我后续呢也会把我这些在藏地实地的见闻全部都分享给你们，让你们看看真实的西藏到底是怎么样的。第2个阿杰谷呢，就是一个恶臭离奇的谣言。有些流量贩子为了骗点击，把阿杰谷编得堪比惊悚小说，说是什么16岁的少女人皮做的宗教法器，还编出了一堆让人头皮发麻的情节。我就直接把话撂着，藏传佛教里面压根就没有阿杰谷这种玩意儿。我上期聊过的达玛卢手鼓才是正儿八经的藏传佛教的法器，别拿什么古印度婆罗门教的传言来碰瓷藏传佛教，两者八竿子打不着。藏传佛教里面的法器有严格的仪轨，全是敬畏生命的象征，跟谣言里的龌龊玩意完全不沾边。如果你想要了解清楚达玛卢，直接翻看我上一期视频。一首歌啊，一首这么好听的歌，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歌，一张这样的专辑就被这群人硬生生的恶搞成了恐怖故事，纯属恶心人。要想不被谣言带偏，首先搞懂创作者他到底想要表达啥。阿杰谷的灵感确实来源于藏地的传说，但是从一开始走的就是温情路线，跟恐怖2个字八竿子打不着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何训田和朱泽琴合作完《黄孩子》，就想做一张能够触动人心的藏地主题的专辑。他们听说阿杰谷的传说核心是姐妹情深，生死相伴。这里必须强调，这个呢就是民间的诗意想象，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仪式。何训田在创作的时候还特意剥离了所有可能引发误解的情节，就怕有人瞎解读。这个藏地民间的传说核心特别简单，藏地的民间觉得阿杰谷是连接生死的纽带，承载着对亲人的思念。何训田被这份温情所打动，就改编成了这样的一个故事。你看看啊，这个核心是守护和重生，全都是温暖的内核，哪有半点血腥味儿？所以何训田和朱泽琴从一开始就定了调，要做一张死亡与新生的温馨专辑。为了找到这种感觉，1994年夏天，朱泽琴专门进藏采风，在布达拉宫脚下看朝圣者虔诚的叩拜，在哲蚌寺旁边听僧侣诵经打鼓，亲身感受藏民对于生死的豁达。他们不把死亡当作终点，只当作是另一种重生。这种对于生命的敬畏，全成了他们演唱的情感底子。所以这张专辑从头到尾都透着温柔，就是想通过音乐把这份守护与思念对生死的通透传递给每一个人。那些说他血腥的，纯属没听过歌，没看过 MV， 瞎起哄。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，先点个赞支持一下，咱们接着往下扒流量贩子的套路。阿杰谷歌曲的火是靠实力说话，但它的争议却是被流量贩子给恶心出来的。咱们分开说，让大家看清楚。阿杰再说说争议的根源啊，说白了就是流量贩子搞事情，把一手好牌彻底给搞臭。艺术的隐喻被瞎解读，歌曲里面的阿姐画骨都是诗意的象征，结果呢被有些人硬生生的当成真事儿，脑子真的是拐不过弯。第二，流量贩子编谣言骗点击。
为了赚黑心钱，把温情的民间传说扭曲成阿姐谷是人皮做的猎奇故事，越编越离谱，怎么惊悚怎么来。3. 别有用心的人挑事儿，把旧西藏的农奴制的苦难和宗教符号硬绑，用瞎编的谣言放大对立情绪，用心极其险恶。终极拷问：阿姐谷是人皮做的吗？答案只有一个，纯纯造谣。我今天就把话说死，没有任何靠谱的史料，没有任何考古的证据能够证明藏地有活剥少女人皮自骨的习俗。谁要是说有，别跟我嘴炮，把权威的史料考古报告甩我脸上，咱们用事实说话，从2个层面把这个事儿说死。第一，从历史和宗教说，藏传佛教里面确实有少量的人骨法器，比如说我之前聊过的嘎巴拉碗，但是规矩严到你想象不到，原料只能是修行有成的高僧的自愿捐献，或者是自然死亡者的骨头，目的是传递生死无常的哲思，而且人骨法器极其罕见。至于跟谣言沾点边的打马如手骨，全都是羊皮牛皮做的，这就是一个宗教仪式的用品，跟人皮啊活剥啊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。后续呢，我会专门出一期把藏地的人骨法器讲透，今天我先不展开。第二个呢，从传说本身说，人皮骨的说法顶多是民间故事的夸张表达，或者是对宗教符号的误解，没有任何学术研究能够佐证。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惊悚细节，全都是现代流量贩子的原创，跟历史事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面对这些乱七八糟的谣言呢，阿姐谷的核心创作者早就忍不住了，尤其是何训田教授多次接受采访，正面硬刚，核心就一个：别瞎编，别瞎解读。他在南方人物周刊采访里面说的明明白白，我们到西藏不是为了寻找西藏，而是为了寻找自己。阿姐谷的核心是生命轮回，是灵魂在古生当中获得新生，而非任何血腥猎奇故事。还专门澄清，西藏文化当中确实有人骨法器，比如说人骨笛、法鼓等等，但这些均来自于自然死亡者的自愿捐赠，是藏传佛教舍身向道的精神体现，与谣言当中的暴力描述毫无关联。2010年，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他的时候，他更是直接，任何对于西藏文化的解读都应该基于学术研究，而非想象。西藏的古制法器有着严格的宗教仪轨，从未有过活人献祭的记载。谣言的传播本质上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粗暴解读。2012年，中国新闻网采访他，更是直接点破阿姐谷不是藏族音乐，也不是用现代的人的眼光解析的西藏，而是通过西藏寻找人类共通的精神本质。那些编造人皮骨谣言的人，要么是对文化无知，要么是别有用心的炒作。何训田教授最后还深情地说，那里是最后一块净土。听听啊，这个才是创作者的初心呢。那些造谣的人，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更有力的证据呢，就在阿姐谷 MV 的开头，你只要看过这个 MV 就知道了。这个开头呢，直接放了一大段的文字啊，把创作者的初心摆得明明白白的。Om Mani Padme Hum，藏传佛教的6字真言，这6个字包含了世间万物。在大昭寺里面，我被一位老人的祈祷声所吸引，他手中的转轮在旋转，那声音是从灵魂深处传出来的。我被那虔诚指引，并把我的头轻轻地按在祭坛上，让我得到祝福。每一个民族用自己的方式实现愿望，寻求幸福。从这段片头语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整首歌整个 MV 满是对藏地信仰的尊重，满是对于不同民族追求幸福的共情，从头到尾都是虔诚、祝福、生命共鸣这些温暖的主题，连半点血腥恐怖的影子都没有。这直接验证了何训田的话，创作的初衷就是探索人类共通的精神本质，跟那些猎奇的谣言完全是2个世界的东西。那些还在相信谣言的朋友，我劝你们去看看这个 MV 的片头的说明吧，好好读一读创作者的初心，别再被流量贩子牵着鼻子走，成为他们抹黑藏地文化的工具啊！歌手朱泽琴也说过，进藏地采风让他对于生死有了更深的感悟。这首歌是对生命的敬畏，不是传播恐怖故事。
他还呼吁大家分清楚艺术虚构和历史现实，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信仰。两个创作者把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，还有人不信，非要信那些没有头没有尾的谣言，我是真搞不懂。觉得这些谣言恶心的，评论区打抵制谣言，让我看看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反感这种抹黑藏文化的行为。以上呢就是阿杰谷的全部真相。我做视频所用的参考资料全部都放在最后了，全都是权威来源，你们可以随便查，随便验证。文化从来都不是用来猎奇消费的，民族情感更容不得半点亵渎。对于各类猎奇谣言，我们要做的不是轻信，而是保持警惕，守住理性的底线。每一个尊重文化、心怀良知的人都应该成为谣言的终结者，而不是传播者。别让流量绑架了良知，别让偏见蒙蔽了真相。这不仅仅是守护藏地文化的纯净，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最后，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，你之前有没有被阿杰谷的谣言误导过？你觉得该怎么狠狠打脸造谣者？现在就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清楚流量贩子的丑恶嘴脸，别让藏地文化再被谣言抹黑，别让更多的人被带